岳飞被杀之后，几千年来大家都在骂秦桧、骂赵构，认为这是自毁长城。这种认识当然也没大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试图站在宋高宗赵构的立场去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杀岳飞对于南宋朝廷意味着什么？有句话叫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前也不可能得到。岳飞死时，宋金还没有达成和议，难道赵构真不担心杀到岳飞之后，金人马上发动南侵战争吗？宋高宗完颜构固然是金奸，但不至于是白痴。撇开立场不论，赵构在历朝历代皇帝中还是在平均水平线上的，所以答案就是赵构相信杀了岳飞之后还能继续控制岳家军。君不见，岳飞死后10万岳家军无动于衷，岳飞冤死，举国哀痛愤懑。若说在南宋老百姓无权无势说不上话也罢了，那这10万岳家军为什么也能对岳飞的死不管不顾？岳飞麾下一共有12个核心将领，其中有9人居然在污蔑岳飞要造反的文书上签字，集体指证岳飞要谋反。正是这9人的集体背叛，才让赵构相信，即使杀掉岳飞，南宋朝廷同样能牢牢掌握这支军队，即使未来金人撕毁协议，南宋朝廷同样有自保的能力。为什么岳家军的将领会这样做呢？根据历史记载，在岳飞下狱之后，秦桧进入岳家军军营，在秦桧威逼利诱下，才让岳家军核心将领集体背叛了岳飞。说实话，这个威逼利诱的解释很牵强而苍白，因为岳家军核心将领的成分，他们或是岳飞的发小，或是岳飞一手提拔的人，10几年跟随岳飞出生入死，面对金人的铁蹄也毫无惧色。这种在无数场尸山血海战斗中凝结的情谊，其实秦桧一番威逼利诱就能背叛的。所以更符合逻辑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岳飞麾下的核心将领早就对岳飞心怀怨恨，才会与秦桧一拍即合，和谋害死了岳飞。这个结论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啥岳飞麾下的将领会对一手提拔自己的统帅心怀怨恨。首先我们要清楚，岳家军是一支军纪极严的军队。据《金陀续编》的记载，宋高宗在诏书中曾称赞岳家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岳飞为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一直用铁的手段维护军队的纪律。行军每到一个地方，岳飞都要亲自带领10几名亲兵四处巡视，发现违纪者必严惩不贷。岳家军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卤。岳家军路经乡村宿营时，士兵们都露宿民房之外，即便是百姓们主动开门接纳，也没有人敢进屋。曾有一名士兵因为顺手取了一户人家的一缕麻，用来捆扎喂马的草料，结果被岳飞下令立即斩首。说实话，如果这些记载属实，岳家军的军纪哪怕放在自诩文明社会的今天也是相当炸裂的。毕竟美军的军纪大家都有所耳闻，在1000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岳飞就能打造出如此一支军队，太逆天不可思议了。因为一支封建时代的军队，当兵打仗是提着脑袋玩命的买卖，高风险自然要求高回报，不然就几百块工资，我凭啥陪你玩命？这个高回报就4个字：升官发财。发财的途径也只有一条，那就是抢劫。自古以来对于军队就有这样的描述：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篦是用来梳头发上的虱子的，有比梳子更细密的梳齿。这句话的意思是，与土匪相比，古代朝廷的正规军更祸害，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路过的狗不挨2巴掌都别想跑。在古代，对于统军将领而言，如果不放纵部队抢劫，这些丘巴就能哗变给你看，更何况纵兵抢掠也是各级将领发财的重要途径。但是岳飞偏偏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军队，这就意味着其军队各级将领被断了发财之路。如果南宋所有的军队都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也许岳家军的将领们还不会有多大怨言，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时南宋有4支野战军，分别由岳飞、韩世忠、张俊和刘光世率领。刘光世号称御下宽厚，实际上就是放纵军队在地方劫掠，军纪极差。韩世忠、张俊军队稍好一点，但也就是与刘光世相比略有收敛，不会明目张胆经常抢劫地方，私下里抢劫事情也没少干。
岳飞生前的官职基本做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但他被处死、被抄家之后有多少家产呢？岳飞被没收的田产有水田700多亩，旱田1100多亩，家产合计约9000贯。那么在同时代与岳飞级别差不多的将领，张俊退休前拥有土地近70万亩，岁收租米60万户，级别比岳飞低得多的杨宜中，仅仅在楚州宝应县就拥有土地4万亩。刘光世仅仅在驻军淮东时，自己上报的占有土地就高达3万亩。后来宋孝宗为岳飞平反，要将过去没收岳飞的家产还给其后人。查阅资料发现岳飞家产才这么一点，于是恻然叹其贫。岳飞可以不贪财，但是其麾下将领呢？就算少数将领高风亮节不在乎，但是他的部下难道没有想法？在岳飞麾下的将领就是面对这样的环境，其他系统的将领打10几年仗，个个都富得流油，偏偏在岳家军内只能拿一点干巴巴的军饷。这么一比较，内心慢慢就会滋生怨气，叠加自己部下还有各级将领抱怨，日积月累，这些怨气很容易演变为怨恨。之前岳飞带领着大家节节胜利，大家还能有个盼头，就当是给未来投资，反攻金人，为自己挣一个封妻印子的前程。但是岳飞被下狱了，朝廷明显是主和派秦桧主政，一旦与金人合议达成，这点盼头也没有了，所以才会出现12个核心将领9个背叛岳飞，纷纷在指证岳飞谋反的文书上签字画押。有这样一个关键的细节，岳飞被杀之后，岳家军风平浪静，不仅没有哗变，连骚乱都没有。这说明岳家军上层对此事的态度是默认的，即使普通士兵感念岳飞，没有将领带头，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在岳飞被害之后，南宋朝廷派出御史中丞汪彻去慰问岳家军，普通士兵见到汪彻来了，全军痛哭，请求汪彻代替他们平反岳飞。岳家军各级将领则态度暧昧，读史至此，让人扼腕而叹。实际上，赵构与秦桧要杀死岳飞，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于军队系统，而是整个南宋的文官系统。时任御史中丞何柱及监察系统的一把手，审问逼供岳飞时，看见岳飞撕开衣服，露出后背的“尽忠报国”4个大字。何柱在此之前一直与秦桧的党人一起弹劾岳飞，但是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4个大字让何柱深深震撼，于是拒绝审问岳飞，与秦桧等人翻脸，遭到贬官。岳飞谋反案送到大理寺，大理寺的1、2、3把手全认定岳飞无罪，3人全都被罢官。赵世鸟，南宋皇族的族长，对于宋高宗有救命之恩，他上书宋高宗赵构，以全家100多人的性命担保岳飞无罪，被流放到建州，死于当地。还有许多名震一方的名臣、文士都站出来力保岳飞。与文官集团群情愤怒相比，南宋的军队系统却保持着耐人寻味的沉默。根据史料记载，南宋军队系统为岳飞鸣冤的只有一个人，韩世忠。韩世忠私下里去质问秦桧，岳飞无罪，为何要陷害他？于是才有秦桧莫须有3字的回答。一个军队高级将领出生入死，却无罪被抓，抄家杀头，这是最容易引起军方的集体共情的。为什么除了韩世忠之外，其他军队将领全部保持沉默？因为岳家军表现太耀眼了，其他将领私下里抢钱抢地没少做，岳飞却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卤。他们一看见岳飞就会想起自己的不堪，于是宁可把岳飞埋起来，不见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为了杀岳飞，宋高宗与秦桧等人将南宋朝廷监察系统、司法系统主要官员都换了一遍，并且将所有为岳飞上书的文官都贬至流放，乃至关进监狱，甚至为岳飞搞了一场文字狱，全面销毁相关档案与记录。岳飞在那个时期成为南宋朝廷最大的敏感词。毫不夸张地说，为了杀一个岳飞，南宋朝廷直接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由此可见，杀岳飞在南宋文官系统的阻力有多大。反过来也可以说，赵构为了杀岳飞下了多大的决心。赵构顶着巨大的压力也要杀掉岳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方系统的集体沉默，这同时也是一种含蓄的支持。手握权柄又有军队的支持，这才是赵构与秦桧等人能够肆无忌惮打压文官系统的底气所在。毫无疑问，岳飞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以身作则，治军其言，
一心希望将岳家军打造成一支令行禁止、屡战屡胜的强军。但这样一支军队在封建时代没有立足的根基，这就为岳飞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岳飞的悲剧在于他不仅自己追求理想主义，还强行对部下也设置了理想主义的标准，要求人人都具备完美的道德，这终究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美好愿景。但站在中华文明的层面，岳飞这样的人物的出现，却正是这个文明的璀璨与伟大。岳飞的事迹传承千年，激励了无数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华文明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延不绝，正是因为有岳飞、文天祥、林则徐、邓世昌等英雄，代代不绝，如群星闪耀。做人不能太理想主义，但是绝不能没有理想。